百变小厨房，不负好时光。大家好，这里是百变小厨房。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就想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今天教大家一个面疙瘩的懒人做法，做出来的面疙瘩圆溜溜的，大小均匀，1分钟就做出一大盆面疙瘩。首先准备一个干净漂亮的碗，往里面刻入2颗公鸡蛋，再加一点点的胡椒粉去腥，用筷子充分的打成鸡蛋液，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将配菜清洗干净，取出一个西红柿，找一根筷子这样插进西红柿里面，保证西红柿不会掉下来。把煤气灶的火点开，将西红柿这样旋转式的烤个15秒左右。西红柿这样被火烤过之后特别容易起皮，而且去得非常干净，用手轻轻一包就去下来了。西红柿烤成这个样子后，我们把它放在菜板上。现在用手轻轻的一滑动，这个皮就一整个全部掉下来了，非常的好去皮，而且呢，去下来的西红柿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完整。去皮后的西红柿，先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儿，再切成西红柿条，然后切成丁，放入一个小碗里面备用。3颗新鲜的香菇，用剪刀将香菇的根部剪掉。当然你也可以准备自己喜欢吃的蔬菜，比如金针菇、蘑菇都可以。然后切成香菇条，再切成香菇丁，放入盘中备用。1颗土豆去皮后，先切成厚厚的薄片，厚度大约在半公分左右的样子，再切成土豆条，再改刀切成土豆丁。放入盘中备用。1根白萝卜去皮后，先切成白萝卜片，然后切成萝卜条，最后也切成丁。和切好的土豆丁放在一起，然后准备1小颗小油菜，菜帮处用菜刀这样分切成2半，然后切成小块。小油菜的叶子处直接切成段，稍微粗一点，不要太细。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接下来准备5毛钱的豆腐，我这里用的是黑豆豆腐，先切成厚半公分的片，再切成豆腐条，最后切成豆腐丁。放入盘中备用。接下来准备一个不锈钢的大盆子，根据自家的人口加入适量的面粉，我这里加了200克，然后往里加入2克食盐，增加筋性。用筷子将食盐和面粉充分的混合均匀。面粉中加盐做出来的面疙瘩不仅口感更好，而且吃起来更劲道有嚼头。充分搅拌均匀后，先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一个这样式的在马路边捡的饮料瓶子，然后用剪刀或者是比较锋利的刀，在饮料瓶子的盖子上面戳上几个孔。我在盖子上面扎了6个孔，然后把扎好孔的盖子拧下来，先放一旁备用。现在往饮料瓶子里面加满清水，再把盖子紧紧地拧上去，然后用力挤压瓶子，将里面的水这样滴出来。一个手一边滴水，一只手一边这样来回摇晃。
一边滴水一边来回晃动，大约1分钟左右，可以看到面粉已经完全成了面疙瘩，而且它的大小均匀。面疙瘩做好后，现在可以用勺子将表面做好的面疙瘩盛入到另一个干净的大盆子里面。所有表面舀好的面疙瘩盛进来后，然后将下面的干面粉继续滴水，继续来回摇晃，直到所有的面粉完全被做成面疙瘩为止。这样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做出来的面疙瘩，它的大小均匀，样子也比较圆润饱满。然后先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把锅烧热，锅热后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7成热的时候下入西红柿翻炒，翻炒2下后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继续翻炒，加食盐有助于西红柿快速出汁。翻炒几下后，可以看到西红柿已经出了很多的汁。现在把香菇倒进去，萝卜和土豆也倒进去，再次翻炒均匀。然后把豆腐丁也加进来，继续翻炒。再次翻炒均匀后，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的味精，少许白糖提鲜，老抽少许上色，适量的生抽，再来一点点的蚝油，1勺鸡精，翻炒2下，把调料炒散，炒均匀。然后根据自家人口的数量加入足量的清水，用勺子搅拌2下，盖上锅盖，大火煮开。现在把面疙瘩倒下去，快速用汤勺以画圈的方式将面疙瘩搅散。这个过程最好不停地轻轻搅拌，一直搅拌至锅里面再一次开起来。像这个样子，盖上盖子煮个3分钟。时间到，揭开锅盖，用勺子轻轻地搅动2下。把小油菜倒进去，搅拌均匀，烫煮1分钟。把油菜的香气煮出来，然后把鸡蛋液倒进去，哪个地方的汤滚起来，我们就往哪个地方倒。所有的鸡蛋液全部倒入锅里后，先不要管它，一直到可以在汤的上面看到凝固的鸡蛋液。再用勺子轻轻地以旋转的方式搅拌，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花大小均匀，颜色好看，特别的细腻。乍的一看，满锅都是鸡蛋花呢。搅拌均匀后，往里面撒上适量的葱花，不喜欢葱花，那么可以撒香菜和芹菜碎都可以。搅拌均匀。接下来往锅里面加入一点点的香油，增香增色，继续搅拌，这样可以让做出来的疙瘩汤色泽更好看，颜色也更艳丽，汤的香味也更浓郁。最后撒上一点胡椒粉去腥，搅拌均匀后关火。就这么简单的做法，一锅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简单又营养的疙瘩汤就做好啦。这样做出来的疙瘩汤粉质细腻，面疙瘩柔软有嚼劲，汤汁浓稠，香味浓郁，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吃了都特别的好消化。
天气冷了，不想吃早餐，来上一碗这样热气腾腾、做法又简单的营养疙瘩汤，既好吃又暖胃还暖心。喜欢疙瘩汤的朋友，赶快试一下这种做法吧。百变小厨房每天和你分享不同家常美食的做法。那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也可以点击收藏起来，等有空的时候直接可以告一下。感谢你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